好了，那在我们完成了这个非根交换机上的根端口选举以后那么这个根端口被我们标志为 root port， 简写呢我们一般叫做 RP root port 简写叫做 RP。那么在完成第二步选举根端口以后，那么第三步注意，我们来看第三步，第三步叫做什么呢？选举网段的指定端口。注意，这个网段不是我们之前谈到的 IP 的那个子网的那个子网网段，而是什么呢？而是每一段链路，注意每一段链路都会选举一个指定端口。这个时候是包含了根和非根两类交换机的。然后这个网段指的是每一段链路也就是说在每一段链路我们都需要去选举一个指定端口。那么选举指定端口的规则依然是刚才我们在选举根端口的时候的那个规则。第一，看谁离根最近；第二，看谁的这个就是哪边的这个桥 ID 自己的那个 ID 更小；第三，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端口 ID。依然是看这三个值，但是一般这个时候不会看到第三步一般不会看到第三步，看到前两步就够了。首先我们来看，对于这个网络里面来说，刚才我们说把 A 选成了根交换机， B 和 C 的这两个端口被选成了根端口。那么最后我们来说，每一个网段或者说每一段链路都要有一个指定端口。先来看这里面一共有3段链路。第一段 A 和 B 之间， A 和 B 之间的这段链路，这个端口已经被选成根端口了，所以说这段链路上必须有一个指定端口，指定端口应该在 A 上，指定端口在 A 上，那么这个就是 LAN A 的指定端口。对于这段链路一样，C 上面已经有一个根，这段链路的 C 这儿是根端口了，那么这段链路的另外一端就应该是指定端口，因为一个链路上一定要有指定端口的。这个是 B 这段的指定端口。通过这个我们可以得出2个粗浅的结论。第一，凡是一个根端口，根端口的对面一定是个指定端口根端口的对面通常都是一个指定端口。第二，根桥上看根交换机 Switch A 根交换机，根交换机上所有的端口通常都是指定端口，有1、2种特殊情况会发生其他问题变化，但是根交换机绝对没有根端口根交换机上面大多数的情况下，所有的端口都成为指定端口。这是2个推论。其实指定端口最麻烦的在哪？对于说最麻烦的在 C 上面，在 LAN C 上面。对于这个 LAN C 来说我们来看，对于这个 LAN C 来说，没有任何一端是根端口，对吧？没有任何一端是根。那么你们两边一个链路上面只能有一个端口是指定端口，那么这个指定端口是谁呢？片子上已经给出了答案，是这边。那么为什么是这边？指定端口的选举是怎么选的呢？很简单，第一，看谁离根最近。这个端口和这个端口，它们两边离根的距离是不是一样的？都是100兆嘛，一样的。好，第一个 cost 是比不出来的cost 是比不出来的。第二步比什么呢？比邻居的桥 ID或者说我们就叫做比桥 ID， 就是比这个设备的 ID。那么对于 B 来说，它的 ID 是这个FC 414259。对于 C 来说，它的 ID 是这个 FC 4143B9。那么 B 和 C 谁的 ID 小呢？很明显 B 的 ID 小，这是4142这是4143，对吧？那么42小，所以说到这儿比出来了 OK， 那么就是说 B 这个端口成为指定端口，这段链路上的指定端口选出来了。
好，还拿我们刚才那个图来说，啊，还拿我们刚才这个图来说。好，假设啊，我们现在这是 A、B、C 啊 ，B 那个两条线不在这个 A、B 之间了，在 B、C 之间有两条线，然后呢，下边还有一个 D。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它到底该怎么选择。首先 ，A 是一个根交换机啊，这个没跑了。然后呢 ，B 和 C 呢已经把根端口选在这儿了，这是 RP， 啊，这个也是 RP。刚才我们说 D 会把根端口选在这个位置，这也是 RP。下边我们来看指定端口的选择，每一段链路一个指定端口。首先，这一段 AB 和 AC 之间的链路，这个指定端口已经非常容易了，这是指定端口，这是指定端口，对吧？因为根端口的对面嘛，啊，指定端口。好，下面我们来看 B 和 C 之间，现在 B 和 C 之间有两条线相连。那么怎么选？每一条链路或者每一段链路上有一个指定端口，所以这两个链路分别去选。开销两边到根的开销是一致的，然后比两边这个个人的这个 ID， 对吧？个人的 ID，B 的 ID 比 C 小，所以说 B 的这个点和这个点，这是两个指定端口。注意啊，上边这是一个链路，下边这是一个链路。每个链路分别选指定，所以说，哎，在这儿选了两个指定端口。好，指定端口画错了，应该是这个画圆圈啊，画一个空心的圆。好，这两个是指定端口。然后下面来看 B 和 D 之间 ，D 这儿有一个根端口，所以说根端口的对面一定是指定端口 ，B 的这个端口也是指定端口。关键。D 和 C 之间，谁是指定端口呢？注意 ，D 和 C 之间 ，C 上一定是指定端口。为什么？因为从这儿到 A 至少至多只需要经过一个 FE 就可以了，因为它走根嘛。那么从这儿到根。你走这儿也好，还是走这边也好，是不是？其实它这个没有选出来的时候，只能走这边，两个 FE， 它的开销更大，所以说离根最近依然是第一个选择，在这儿你要把它选成指定端口，啊，所以说在这里面啊，一般指定端口是不会看到端口 ID 那一步的，啊，很少能看得到。那么在通常情况下，要么是开销啊，根的开销到根的开销，要么是这个 ID， 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好，这个东西做完了以后啊，我们下面再来看，当你的网络，这是第三步了啊，根端口都选完了，指定端口也选完了，啊，当然根桥肯定刚开始就选完了。那么这三个都选完了以后，有些教材上就说，哎，这个生成数的计算结束了，然后把所有剩下的既不是根端口，也不是指定端口的那些端口，全都给我阻断掉。这个端口叫做 alternate port， 替代端口，或者叫做预备端口。那么这个端口就是最终被干掉不转发数据的那个端口。但是生成数将这个东西关掉，或者说将这个端口啊阻断掉，并不是说将这个端口直接的杀档，或者说啊什么灵魂出窍把这根线拔下来，这个不会有的。啊，它是什么呢？它只是告诉交换机不要在这个线上发送任何的数据出去，然后将这条线路的这条线路标识为一个不转发的状态，而这个线路上的灯还是亮的。啊，我相信大家都有经验，就是一个设备，你只要把这个网线插上去，而且这个线是 OK 的，那么那个设备上是会亮灯的，对吧？通常我们的标识是这样，如果这个设备的这条线路能用，这个灯是绿色的；如果这条线路不能用，那么那个就不亮那个灯，我们就叫灯黑了，对吧？而对于这个
被阻断的或者叫做预备端口来说，那么这个端口的灯的颜色在我们的设备上和普通的这种转发啊什么根端口的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它会将那个灯的颜色变成橘色啊、橘红色或者叫做橙色啊，有的那个资料上显示叫琥珀色啊，反正差不多就是这么个颜色吧。啊，反正就因为这个它颜色跟那个LED 的那个光源也有关系啊，反正就这么个颜色啊，反正不是绿的啊，反正不是绿的，也不是红的，就是介于红和绿之间的那么一种颜色吧。啊，这个东西啊，完了以后呢，它把它变成这样，但是那个灯依然是亮的，说明这条线路能用，只是当前我不用。因为在一部分设备上，如果这个线路上的那个灯变成红的，说明这条线路有故障，是不能用的。那么你这个叫做橙色，对吧？在红色和绿色之间，那么它就说是能用，我当时或者我现在不用。那啥时候用呢？万一你哪条线路断了呢？你有线路断了，那么我作为备份我是可以启用的，这个时候能用，并且我要用了。对吧？那么如果你一旦用了它，那么它这个灯的颜色呢，会从这个橙色变到绿色。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后啊，就是我提到的最后的半步是什么呢？所有的端口都已经选择完了，最后把剩下的既不是指定端口，也不是根端口的那些端口都给我阻断掉。啊，都给我阻断掉。那么这个就是最后半步阻断。所以说呢，对于生成数来说啊，它的工作或者说它的选取过程一共是3步半。啊，我们回顾一下，第一步叫做什么呢？第一步叫做所有交换机选根。第二步叫做什么呢？第二步叫做在非根交换机上选根端口。第三步叫做在每一段链路上啊，你不要说网段了，第三步就叫做每一段链路上选指定端口。最后的半个剩下的阻塞啊，最后的半个方式就是剩下的全都阻塞掉。所以说呢，在这个里边啊，生成数的工作原理是一定要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记忆，并且呢要按照这样的方式去理解的。好，那么在我们理解完这个生成数的运算以后，其实在我们的网络里面环路就已经避免了，因为这个端口已经被阻断掉了。这个端口一旦不转发数据啊，环路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没有了，就相当于这条线路接没接一样。当然了，它不接，它一会儿它恢复起来就费点劲了，对吧？所以说它还是要接上的。但是现在这条线路就不起任何作用了。好，生成数帮我们完成了一个环路的避免。下面我们来看端口的角色和状态。注意，在一个交换机上，生成数的端口一共有3种角色，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根端口、指定端口和预备端口，啊，或者叫做替代端口啊，或者叫做替代端口 （alternate）。那么根端口是在非根交换机上才会有，啊，根交换机上不会有根端口的，非根交换机上有根端口的概念。那么指定端口是几乎所有的交换机上都会有指定端口，但事实上也不一定。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图里面 ，C 上面这个端口是根端口，它原则上应该是没有指定端口的。如果不接这个 LAN E 的话，啊，它是没有指定端口的。那么大部分交换机啊都是有指定端口的。最后一个预备端口，就是不转发的，最后被阻塞掉的那个端口，都叫做预备端口。生成数最终啊，它的端口角色一定就这3种：根、指定和预备，啊，这3种端口。根端口和指定端口负责转发数据，而预备端口是备份的，是不转发任何数据的。注意看这儿啊，不转发任何数据。好，我们休息一下。